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故事，一个记录在作家冯骥才笔下的真实故事。他讲的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里，一个普通人他所经历的那些荒诞和悲伤。故事得从1973年说起。当时有一个男人走进了咱们故事讲述者的办公室，一开口就是这么一句又冲又硬的话。你看，他眼神里满满的都是不信任，但更多的是一种被逼到绝路之后那种豁出去的感觉。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他的故事可以说揭开了一段让人几乎不敢相信的往事。原来这个人姓李，大家叫他李老师。他刚从监狱里出来，8年的牢总算是做完了，可那顶反革命的帽子还死死地压在他身上。这就意味着他回不了学校，没有工资，甚至连家都没了。他的人生好像被永远钉在了那个耻辱柱上。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受这么重的惩罚呢？这事儿还得回到1965年。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丁点所谓的不忠，都可能给你带来灭顶之灾。这个李老师他本来是个特别有魅力的小学语文老师，他肚子里这故事好像永远都讲不完。课堂气氛那叫一个活跃，孩子们听着眼睛都直了，甚至盼着别下课。他就是这么一个爱讲课也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可是呢，灾难说来就来。一场运动中，他的同事揭发他，给他扣上了一顶谁都戴不起的大帽子，污蔑伟大领袖。我的天，这在当时那可是要命的罪行啊！那所谓的铁证是什么呢？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就是这张幻灯片上的这句话。李老师为了夸奖毛主席机智，讲了个故事，说他怎么躲在水沟里甩掉了敌人。你看他本意是想歌颂，结果呢却被硬生生曲解成了丑话。一个孩子记的课堂笔记，就成了把他推进深渊的证据。就因为这么个事儿，他被判了整整8年。8年呐！判这么重的理由说出来都觉得荒唐，就是因为他死活想不起来这个故事到底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你说不出出处，那好吧，就等于是你自己编的。好了，故事讲到这儿，另一位核心人物，也是这个故事里最让人心碎的一个角色要登场了。她就是李老师的妻子。当她去县里为丈夫喊冤的时候，领导给了她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你能找到这个故事的出处，找到那本书，我们就放人。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肚子里还怀着6个月大的孩子，但是她心里就一个念头：我的男人没有说谎。就是这么一个纯粹又坚定的信念，让她开始了一场漫长又悲壮的寻找。这场寻找持续了多长？整整8年。丈夫在里面待了8年，她就在外面用她自己的法子找了8年。你看幻灯片上这些行为真的让人心都碎了。他每天就提着个破篮子满大街里转悠，只要是地上有字的纸，不管多脏多破，他都当宝贝儿一样捡起来，然后呢就去求路人，求人家念给他听。人家要是不耐烦，他就扑通一声跪下求人家。你说这得是多大的执念呢？但在这所有的行为背后，藏着一个最让人心酸的事实，那就是他自己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你想象一下，一个不识字的女人要去文字的海洋里找一个连丈夫自己都记不清出处的故事，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荒诞？但你也能感觉到那背后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希望。那么她找了8年，最后找到了吗？故事的结局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里面又夹杂着一丝命运般的巧合。这真的是一个太残酷的讽刺了。就在李老师快要刑满释放的前半年，他辛苦攒了7、8年，堆了半间屋子的那些废纸，那些是他全部的希望。半夜里，不知道怎么就引着了灶堂里的火，一场大火把他和孩子都吞没了。你看，她用来救丈夫的东西，最后却要了她和孩子的命。
监狱里的李老师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垮了，万念俱灰。他找了个麻绳，就在厕所里上了吊，可没想到绳子竟然断了，他一下就摔在了地上。可就在他睁开眼儿的一瞬间，一个可以说是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看到了什么？就在他脸前面，地上有一张又脏又破的油印纸片，上面模模糊糊地印着的，正是那个让他家破人亡的故事片段。你想想看，在最绝望的深渊里找到了苦苦寻觅多年的证据，这是什么心情？可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命运又跟他开了个玩笑，他拿着这张纸去申诉，结果呢，被驳回了。理由是，这只是一张油印品，谁知道是哪来的，不能算证据。所以啊，他最后还是把那8年牢一天不少的做完了。好，现在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8年过去了，李老师出狱了，一无所有。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走进了咱们故事讲述者的办公室，把这件天大的冤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但奇怪的地方就来了，一个让他和他妻子找了8年，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的难题，为什么这位讲者一听完就能立刻知道答案呢？答案呢，说出来你可能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纯粹就是个巧合。因为这位讲述者他恰好就读过这本书，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谢觉载写的《浏阳遇险》这篇文章里就是这么写的。一个困扰了8年的死结，就因为这么一次偶然的碰面，一下子解开了。那么故事的结局究竟如何？这个小人物的悲剧背后又承载着一个时代多大的重量呢？事情解决的倒是挺快，当物证确凿的书摆在桌上时，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李老师的冤案终于平反。事后他做了一件事儿，他要走了那本决定了他全家命运的书，走到妻子的坟前，一页一页地烧掉，把纸灰撒在了坟上。这可能是他唯一能为妻子和孩子做的了。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就像讲述者最后感叹的那样，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李老师一家的悲剧听起来像个案，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通过这么一个家庭的遭遇，我们仿佛能戳摸到那段历史真实、粗糙又让人心碎的温度。